老公意外死亡，留下一大笔遗产。婆婆为获得遗产和情人长长久久，设局杀死我，并卖掉我的女儿。重活一世，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儿子的死肯定是你干的，你就是想弄死我儿子，骗走他的财产。婆婆坐在地上哀嚎，一睁开眼就看到婆婆冲着邻居撒泼。我这是重生了，还好老天又给我一次机会。这一次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上一世婆婆为获得儿子周亲的财产，对刹车做手脚，害死周亲。为了除掉我这个遗产拥有者，在放学中接走女儿，把女儿卖给人贩子，人贩子打断女儿的腿，让女儿去路上乞讨，不幸被闯红灯的货车撞死。我为寻找女儿，听信了婆婆的谎话，独自一人前往深山，却被婆婆的情人拐骗，被他侵犯，含恨自杀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我一脸悲痛欲绝，颤抖着声音陈述事实。妈，不是你让周亲给你买稀有药材吗？我断断续续地哭诉事实。要不是你听说那药材对老年人身体好，他怎么会冒着大雨去高价购买呀？周围人听到这话都对婆婆指指点点。婆婆一看邻居们都不责怪我，还隐隐有了骂自己的架势，赶紧拉着我回家。一回到家，就原形毕露，骂骂咧咧。要是你提醒我儿子下雨天不要开车走夜路，他也不会发生车祸去世。都是你这个扫把星，克死了我儿子。你克死你爸妈还不够，还来祸我儿子。下一步是不是还打算害死我这个老婆子啊？你也不争气，生不出儿子。扫把星妈只会生出扫把星女儿。我听着这些话，突然想起上一世刚结婚的时候，我没要一分彩礼，带着父母留下的房子嫁给了一穷二白的周亲，又上班又是伺候婆婆，没说过一句怨言，却总是被扑，这是对我的考验。为了得到婆婆的认可，我使出浑身解数。婆婆腿酸，我就跪在地上给她捏腿；婆婆口渴，我就拿着杯子喂她喝水。早上给婆婆单独做完美容养颜的早饭，放锅里温着。中午回家路上打包几个菜给婆婆吃，还得洗刷早上的锅碗瓢盆。晚上还要洗婆婆的衣服，还得预约婆婆第二天的麻将馆。生了女儿后，又被婆婆私下骂没有出息，是个不会下蛋的公鸡，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。我整日受着婆婆的辱骂，却觉得婆婆说什么都是对的，还连带着我的女儿都对婆婆恭恭敬敬，认为婆婆说的话就是真理。
要不是这样，婆婆怎能轻而易举地拐卖我的女儿？这一事我绝对不会再任她摆布，被她利用，家破人亡。你说的什么话？周亲在的时候，你可是说生男生女都一样。可周亲刚走，你就变脸。我知道，你不想要孙女，可这好歹是周亲的女儿，遗产还是得给她分。婆婆没有意识到我会反驳她的话，只想着怎么处理掉我和我的女儿，自己独占这份遗产。第二天，婆婆和前世一样跟我说要去接女儿放学。我装作陷入失去丈夫的悲伤情绪，满口答应婆婆。等婆婆一走，我立马偷偷报警，有人故意谋杀，将刹车失灵的事情告诉警察。警察办事很快，不一会儿我就收到了婆婆打来的电话，让我保释她。我故意不接电话，晾着她，转身带着孩子吃着大餐，思索着下一步该怎么做。女儿乖巧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“妈妈，你别皱眉，不好看。”我喜欢妈妈笑起来的样子。看着女儿懂事的样子，我不由得红了眼眶。好，妈妈多笑，多么可爱懂事的女儿，怎么可以落得被打断腿去乞讨，最终被货车撞死的悲剧？这一世我要好好守着女儿，一定不会让上一世的结局重演。与此同时，我又接到了婆婆在警局打来的电话。婆婆慌乱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：“刘涵，你快来保释我！不知道谁冤枉我恶意谋杀。”我不急不慢地喝着饮料，也不开口。也不知道哪个手脚不干净的贱人敢对我儿子的车下手。婆婆听不到我的回应，又开始打感情牌。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把她拉扯大，我容易吗？单亲妈妈在社会上有多难，你是知道的。小涵，你要相信妈。我面无表情地听着婆婆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跟这件事没有关系。要不是我重活一世，知道是她找人把车子拿去维修，肯定会被这种话给骗了过去。我也很好奇，怎么会有人对自己的亲儿子下手呢？虎毒还不食子呢。但我不能说出疑问，不能引起婆婆的怀疑。妈，我不知道该相信谁了。可是你都被带去警局了，为了让婆婆得到更严厉的惩罚，我不得不继续装成什么都不懂的，对婆婆百依百顺的儿媳。但是你是周亲的亲妈，我是该相信你的。我带着婆婆回家，路上碰到好多同小区的人对着婆婆嘀嘀咕咕，就是她杀了自己的儿子啊！周家这儿子可是好得很，前几天还帮我搬水呢。她不是个寡妇吗？能对自己的儿子下去手，谁知道会不会出去偷腥？都看好自己孩子爸呀，别被某个狐狸精给勾了。婆婆气得骂骂咧咧，这些长舌妇，看我哪天拔了你们的舌头，看你们还怎么胡说八道。
不知道哪个王八羔子敢诬陷我。还好小韩，你明事理知道我不会做出那样丧心病狂事。我看着自导自演的婆婆，冷笑着给她下了一剂猛药。妈，这是邻居给我发的图片，说是看见她进了警察局。原本还尖酸刻薄的婆婆瞳孔紧缩，死死地盯着照片，身子颤抖，脸色发白。我注意到婆婆的变化，故意询问：妈，你认识他吗？婆婆声音猛地加大：不认识，不知道他是谁。察觉到自己的反应太大，赶紧找补。他这种人就是该死，就是想破坏咱娘俩的感情。让我知道他是谁了，看我不打死他。我心里泛起冷笑，不动声色地看着婆婆装模作样地说不认识。第二天，婆婆果然不出我所料的去找了情人。我找的私家侦探也跟着她进去了麻将馆。我看着侦探传来的视频，屏幕里赫然就是金碧辉煌，让人忍不住醉生梦死的麻将馆。婆婆熟练地进了0836的房间。她一进门，直接抡起胳膊给她一巴掌。婆婆攥了好大的劲儿，一胳膊抡圆了下去，她的脸直接肿得老高。李刚，你吃我的喝我的，竟然还敢报警！你还要不要脸？婆婆越说越生气，又是一巴掌下去。要不是我，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？刹车失灵你没参与吗？我被抓了，你跑得掉吗？李刚被扇得吐出一口血来，口齿不清的辩解：亲爱的，怎么可能是我？我们两个人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你是不是惹什么人了？婆婆撸起袖子，叉着腰怒视着她。我能惹到什么人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婆婆生气地揪着她的耳朵。那你说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警局？还恰巧被人拍到。李刚欲哭无泪。亲爱的，不是你给我发消息让去保释你吗？我刚进警察局，就看见你儿媳已经到了。婆婆气得浑身发抖，理智荡然无存，怒吼着：最好别让我知道是哪个兔崽子敢陷害我，我定会打得你屁滚尿流。跪下来求我。李刚眸子闪过一丝怒气，但他掩盖得很好。会不会是你那个没用的儿媳妇啊？婆婆猛地一下冷静下来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刚有了怀疑我的苗头，就被李刚吸引了全部视线。咱俩都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不相信我？我生气了，要你亲亲我才行。我看着屏幕里婆婆和李刚亲热，纵使我已经知道了婆婆有情人，也震惊她玩的花。李刚手揽着婆婆的肩膀，操着一口嗲嗲的嗓音说着：亲爱的，你说你儿子的钱什么时候才能搞到手啊？婆婆紧绷着脸庞，推她一把，不屑一顾道：
他不是我儿子。李刚又凑近身子，附和着：“我的错，我的错，他才不是你儿子。他只是路边捡来的垃圾，随便给他一口吃的。长大了就得对你感恩戴德。”我听着他们口中随意说出的惊天秘密，心跳都空了一拍。怪不得一个母亲能对儿子痛下杀手，原来不是亲生的。我眉头一酸，泪水如决堤般涌了出来。怪不得上一世，婆婆对周亲的态度只是那么冷漠。周亲小时候拿着满分的卷子给婆婆，也得不到一句夸赞。别家小孩有的她从来都没有，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方面的爱，周亲一直以为是自己做的不够好。长大了加倍对婆婆好，婆婆要什么给什么，一句想要药材，周亲冒着大雨也要开车亲自去买。她死了之后，婆婆都没想着要查清真相，而是草草结案，直接火化。她到死都不知道她不是自己的亲妈。周亲，你等我替你报仇，我定要她血债血偿。还有她的情人，我一个都不放过。看着视频里腻歪起来的两个人，一个好的想法在我脑中涌现。我要送给你们一个大礼，你们可要接好了。第二天餐桌上，我故意拿出手机，对着婆婆惊呼：“妈，你看这是不是报警男？这个女人是不是他的妻子啊？”婆婆猛地一下夺过手机：“什么妻子？”我假装没察觉到婆婆的异样，故意激起婆婆的怒气。报警男揽着的女人啊，不是他的妻子还能是啥呀？不过看他们恩爱的样子，好像不是那种会随意造谣报警的人。会不会是我们认错了？我抬头欣赏着婆婆气得要发疯，却又不得不忍下火气的样子。是不是妻子跟我们没有关系？只要知道是不是他报的警就行了。我配合地点点头，嘲讽地看着强装镇定的婆婆。果然没吃上两口，就借口有事，着急忙慌地去麻将馆。为了验证昨晚上的话的真伪，我趁着婆婆去麻将馆，去她的房间里找到梳子，拿走一根头发，并交给医生进行匹配。忙完这些后，我拿出电脑与侦探联系，直接放出婆婆与情人高清版直播。画面中婆婆直接一巴掌扇过去，情人的脸颊直接红肿起来。你个贱人，居然敢在我眼皮底下偷腥！你挺有胆呐，是不是忘了你只是我包的一个鸭？我看着屏幕里的李刚，攥紧拳头，眼神冰冷。你个软饭男，花我的钱去包别的女人，活腻歪了！奶奶的，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婆婆又甩一巴掌过去，直接给情人摔倒在地。婆婆趁机骑在她身上，左右开弓，又扣又挠。不一会儿，脸上、脖子上、
胳膊上全都是血淋淋的红痕。婆婆打骂完之后，坐在凳子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李刚，不屑地嘲讽：“我把你的卡都停了，看你还怎么去找情人。你要知道，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。”李刚双眼猩红，眼神如刀，恨不得当场剜了他。我看就是你报的警，还敢说是我儿媳？你要不要脸啊？你是不是想报警把我弄进去？你好和那个狐狸精双宿双飞呀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李刚头撇向一处，眼里盛满了怒气，恨不得现在就剥了他的皮，喝了他的血。我在屏幕里看着他不服气的样子，嘴角微微勾起。可别让我失望。果然，不出我所料，只过了1天，他就按捺不住了。亲爱的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才是我最爱的女人，都是那件女人勾我。你来麻将馆，让你好好感受一下我的诚恳。我拿着写着没有血缘关系的报告单，站在房间门口盯着婆婆出门的背影，恨不得将她千刀万剐。虽然已经提前想过了这种结局，但真实的结果摆在面前，还是让我替周青感到不值。周青对这个妈有多好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别人骂婆婆是个寡妇的时候，小小的周青就会站在她面前保护她。骂回去，婆婆好吃懒做，大夏天不愿意做饭，都是她去捡瓶子卖了钱给她买饭吃。卖的钱少了，自己就不吃，全给她吃。上学期间，学费和成绩都不用婆婆操心，甚至上大学跟我谈恋爱后，每次节日给我准备的礼物也会给婆婆寄一份回去。可自己死后，婆婆惦记遗产，还杀害自己的妻子和女儿。我双手抱胸，手止不住的颤抖，哭得不能自已。强烈的恨意让我下意识攥紧手里的报告单，用力到指尖发白。我恨不得现在冲过去，将婆婆大卸8块。李刚，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。婆婆依旧用趾高气昂的姿态面对李刚，但她并没有像电话里一样低三下四地求他，让他原谅自己。她癫狂地拉着婆婆的手，用绳子捆起来，把她随意地往床上一扔。她一瞬不瞬地盯着婆婆，眸子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嘲弄和讽刺。你个臭婆娘，敢这么对我？不就是有几个臭钱，还敢对我呼来喝去的？李刚提起脚，狠狠地朝着婆婆的肚子踹去。你小心我把你拐卖儿童的事情说出去。婆婆终于感到害怕，颤抖着身子，加大音量，迫使自己冷静下来。拐卖儿童，你也有份。我进去了，你也别想逃。这句威胁的话让本就不正常的李刚更加的疯癫，他恶魔般的声音让人心底生寒。好啊，一起进去，大不了就是一起死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
倒是你，真的舍得周亲留下的遗产吗？婆婆被她吓得不敢激怒她。李刚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对你又打又骂，都是我的错，你饶了我吧。我们这么多年了，你知道我是个什么人的。婆婆整个身子抖成了筛子，鼻涕眼泪糊了一整张脸。我脑子有病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。这样，周亲的遗产我分你一半，你别说出去。李刚看着手机里到账的10万块钱，更加生气，抽下皮带，朝着他的肚子和腿就是一顿乱抽。你早给这些钱，我不就没这么多事了？你还是看不起我，敢看不起我？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一边的下去，血肉模糊。婆婆疼得大声求饶，她双手抱胸，嫌恶地看着婆婆身上的青紫印。你儿媳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不过要是能和她玩玩……婆婆早已泪流满面，说不出话，胡乱地点头。她带着一身青紫回家，想把怒气全撒在我身上。我直接带着女儿住酒店，不给她一丁点想要撒泼的机会。婆婆生气地面对空无一人的家，只能口头骂几句。是张丁贵女士吗？我们这边查到你涉嫌一起谋杀案，请跟我们到警局一趟接受调查。住在酒店的我接到邻居跟我信息说，婆婆被警察带走了。我愣了一愣，抱着女儿哈哈大笑。女儿不明所以跟我一起笑。现在还不是让你落网的时候。上一辈子我和女儿受过的罪，你还没有体验过吧？我送女儿去闺蜜家，让她好好照看女儿，并且叮嘱无论谁来都不能带走女儿。安排妥当之后，我只身一人去了警局。我看着面前憔悴不安的婆婆，心里笑开了花。婆婆以为我还是上辈子那个没有主见的我，抓紧我的胳膊，焦急地吐露着在看管室的悲惨。看管室的人都不是好人，还经常打我，不给我饭吃。小韩，你快去跟警察说说，我没有杀人，我是他妈妈，怎么会杀他呢？我不动声色地扯开胳膊，开始哭得不能自已。可是警察都确认了你是凶手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妈妈竟然是杀害儿子的凶手。婆婆也顾不上诉苦，只好先安慰我：小韩，都是李刚那个贱人干的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。我要是知道他会在刹车上动手脚，肯定不会让他把车带去维修啊。我勾勾唇，冲婆婆一笑，继续装成以前那个对婆婆百依百顺的小白花。妈，我相信你，我有办法捞你出来，但是需要一大笔钱。快被警察逼疯的婆婆说什么都答应。查收着到账的30万，心情大好的我又给婆婆画了几个大饼。拿着钱，我没急着去捞她出来，
他这种从里到外都黑的人，就应该多待几天受罪。小韩，你终于来接我了，妈就知道还是你最能靠得住。婆婆还以为我还是之前的我，殊不知就是我报警的。你都不知道看管所的人有多恶毒，给人吃剩饭就算了，还动不动就打人。你看我的胳膊都是红印子。我看着面前脏兮兮散发着臭味的人，下意识地拉开距离。婆婆注意到我的动作，眼神暗了一瞬，愤怒地盯着我的脸。我装作没看到，再次激怒她。妈，我听到警察说的话了，又是李刚，他先报警，是不是想把你弄进去，自己在外边逍遥快活呀？我看着婆婆的眼神越来越恶毒，继续挑唆。妈，我们是去找他对峙，还是直接报警？我又小声嘀咕，确保婆婆能听到我嘀咕的话。只报警会不会太便宜她这种人渣了？婆婆终是压抑不住心底的愤怒。他个贱人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我嘴角勾起，引诱着鱼儿慢慢上钩。婆婆生气的要只身一人去找他对峙，还美其名曰我得照顾女儿，别让李刚趁人之危对孩子下手。我站在窗台盯着婆婆上车的背影，冷笑出声。狗咬狗，谁会赢呢？婆婆比我做得更绝，她找人砸了李刚的家，趁着他没反应过来，立马匿名指出他对周亲的车子动了手脚，并递上确切的证据。随即又安排人在看管所好生关照他。李刚进去的当天晚上就给婆婆打电话，让她过来保释他。婆婆怎么会保释他？如了她的愿，她打扮得光鲜亮丽的去了看管所，嘲讽：跟我斗？软饭男就是软饭男，一事无成，还敢对我大喊大叫，还敢当着我的面想玩我儿媳，你算什么狗东西？李刚眼睛血红地怒视着婆婆，可她无所畏惧，甚至抬手扇了她一巴掌。这下你进去了，就没有人能够威胁到我了。跟我斗，你还不够格。她就这样入了狱。可是这样，她可就体会不到女儿被砍断双腿，只能趴在地上乞讨；我被人侵犯，只能含恨自杀的恶魔生活。在婆婆以为没有人能威胁她的时候，我花钱将李刚从里边弄了出来。李刚出来后，第一时间找到婆婆。婆婆惊恐地看着明明进了监狱却出现在自己面前的男人。你不是进去了，怎么还能出来？李刚恶狠狠地盯着她。你敢报警把我弄进去，你就应该做好我会出来的那一天的准备。你猜猜看，我会怎么对待你？李刚把婆婆带去了上辈子我被侵犯的山村。婆婆只能忍受着被村子里的几个男人侵犯。在婆婆快要受不了，想要一头撞死的那天，我如天神降临一样将婆婆救了出来。
回来后，神志不清晰的婆婆一直向我哭诉着那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，人也一直疯疯癫癫的，嘴里还总是念念有词，要让李刚也尝尝这种滋味。在我的一步步引导下，精神不正常的婆婆对她的怨气越来越重。我趁着婆婆怒气最重的时候，不经意地把李刚的住址透露给她。婆婆偷听到地址之后，在一个夜晚偷摸跑到她家，拿起刀砍向她。但由于婆婆精神不正常，没有被判，只是进行了经济赔偿。他们两个疯的疯，伤的伤。婆婆由于有精神病，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处罚，因此我打着为她好的旗号，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，让她在那里受尽折磨。李刚被砍伤之后，只能老老实实的先养伤，不能去找婆婆的麻烦。但我怎么可能会让她好好养伤？我以她为拐卖儿童的参与者报了警。听说她刚进去就供出了婆婆才是主使者，还提出必须要见婆婆一面，不然就不说出人贩子的基地。尽管婆婆已经进了精神病院，警察为了一网拿下参与拐卖儿童的所有人贩子，只好带她见了婆婆。李刚一看见婆婆痴傻的样子，就大笑出了声：“你也有这么一天，哈哈哈！看到你过得不好，我就舒坦多了。”她越说越激动，甚至掐上了婆婆的脖子，直到婆婆头吐白沫，快要晕死过去了，才放手。你真是死有余辜。她说完就想朝着墙撞过去，还好警察反应快，一把拉住了她，没让她死得这么轻松。她最终被判了刑，要一辈子待在里面了。后来听说监狱里的人都看不起他这种被人包过的软饭男，甚至有的变态还想试试他这种被女人包养过的男人的滋味。他试图反抗，却被人更粗鲁地对待，最终被人欺凌致死。婆婆在精神病院一直都是疯疯癫癫的，由于没有家属看望过她，院里的人都对她很放肆，经常遗忘她，不给她饭吃。直至有一天，她受不住饿，跑出了精神病院，却被人贩子用一个馒头吸引走了。人贩子和上一世对待我的女儿一样，把她的腿打断，把她扔大街上进行乞讨。由于婆婆太过可怜，好多人施舍她，她总是会讨到一大笔钱，这也引来了其他乞讨者的不满。他们把婆婆围起来打骂一顿。精神不正常且没有了双腿的婆婆不会反击，不会自保，就这样被活生生打死。我带着女儿从乞讨的街巷经过，只看到一个没有双腿，身上没有几两肉，头发凌乱不堪，看不出性别的一块破布被货车碾过。路上的行人都唏嘘不已，却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。妈妈，这个人好惨好可怜啊！我看着可爱充满活力的女儿，
温柔安抚他：“乖乖，别怕，我们要好好努力。长大后就可以帮助很多可怜的人了。”看着女儿似懂非懂的样子，我摸摸她的头，带她离开这个悲惨之地。一切的一切都朝着我所设想的美好方向走着。坏人得到了惩罚，女儿也好好的活着，我也争取到了遗产。可这都不重要了，一切的一切都不重要了。只要我的女儿平安、健康就好。女儿番外，我的妈妈变化好大。她之前对奶奶百依百顺，奶奶让干嘛就干嘛。可是奶奶总是骂她，她也不生气。我不喜欢妈妈被这样对待，也不喜欢妈妈顺从的样子。我有时候偷偷跟妈妈讲奶奶的坏话，她总是叫我不要乱说，还说奶奶说的都是对的。后来爸爸去世后，好多邻居都骂奶奶，说是奶奶害死的爸爸。说的人多了，我就有点相信了。本来我就不喜欢奶奶，她总是不让我写作业，拉着我讲一些女孩子学那么多干什么？最后不还是要嫁人的？女孩子只要好看就行了，只要结婚时候彩礼多收一点。你就是奶奶的好孙女。我不喜欢这些话，可我不敢跟妈妈讲。奶奶去世后，妈妈大病了一场，我很害怕妈妈也离开我。妈妈生病的时候，嘴里总是嘟囔着我的名字。我想妈妈应该也害怕失去我吧。后来，我发现妈妈看我的目光是那种温柔的、失而复得的，但还夹杂了好多我看不懂的情绪。前几天我还做了个梦，我梦到了我被奶奶卖给了人贩子，他们打断了我的腿，让我去乞讨。我好害怕，妈妈为了救我被人做了那种事情。我醒来后告诉妈妈，我以为妈妈会安慰我，那都是梦，不是真的。可妈妈却说不要害怕，已经过去了，妈妈会守护你的。我好像读懂了妈妈目光里掺杂的情绪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